特朗普最终暗示美国将全方位的退出，换句话说，撒手不管了。撒手不管不是由于他没有这个愿望，而是他实在没有自己的能力。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5月22号星期四在全网播出的这2天直播视频。今天也聚焦2条新闻，一个是昨天在美国总统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又发生了一次唇枪舌剑，只不过这次不是在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之间展开，而在特朗普和南非总统之间展开。而且坦率地讲，特朗普这次用的是事先有所准备的，用西方语言的话、西方媒体的话来说是伏击或者突击性的话。那么这无论在内容上非常有争议，而且在外交礼仪上也显示出极大的不礼貌性。第二个呢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好像是一个博物馆前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的2名工作人员突然被枪杀。那么凶手呢是一位支持所谓的自由巴基斯坦的一位人士。那么这个呢，当然一方面是折射了这个哈以冲突之间的一种争执，坦率地讲，另外一方面发生在美国，令美国不但很尴尬，同时呢也反映了特朗普不但在这个俄乌战争上调解无果、调解无能，而且坦率地讲，在这个哈以冲突上也调解无能，甚至是立场出现严重的偏差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方面。好，长话短说，这2件事情表面上看去似乎各自独立，但其实内在还是有些逻辑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发生在美国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的唇枪舌剑。大家可能记得，今年2月份这个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之间的唇枪舌剑，当时已经让全世界觉得，哇，原来在一个最高国家的首脑的办公室里可以发生这样的一个唇枪舌剑，外交上极其不礼貌。3个月过去了，那么昨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几乎如出一辙，但是呢还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就是，如果说3个月之前的泽连斯基的被这个指责还是由万私而引起的，这次显然是特朗普有备而来，所以西方媒体说这是一次突击，也是一次伏击。好，先简单的说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南非总统这个正在美国访问，那么昨天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接受特朗普的一个接见。开始2个人还谈得蛮好的，谈谈天气，谈谈运动，谈谈彼此之间的一些往来等等。然后后来呢，旁边是有记者在场的，然后记者们就问特朗普什么东西是他能够改变原来自己一些想法。然后记者们呢就提到了这个所谓的现在正在一些西方媒体上正在这个传播的说，在南非当地的白人被屠杀或者被种族清洗的事情，他们用了一个英文的词叫 genocide。 那么说到这个以后呢，这个特朗普马上就跟旁边的工作人员说，来把灯关了，我们看一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里面就播出来一些在南非生活的一些白人最主要是荷兰人的后裔遭到辱骂、遭到袭击、遭到屠杀的一些视频，大概有那么几分钟时间。然后呢，播完之后又跟旁边的工作人员说，把灯打开，然后就话锋一转，就直接质问这个南非总统，这个是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南非总统当然又否认了，他说，请你告诉我这发生在哪儿？据我们所知，要么是误会，要么是这个有人故意的这个重伤。这个时候呢，旁边还站着马斯克。马斯克最近一段时间虽然已经基本淡出了美国政坛，但是昨天在这个南非总统访问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他倒还在场。原因大概比较简单，因为马斯克虽然是美国人，但他是在南非出生的，所以美国需要他，南非也需要他，他可以说是美国和南非之间的一个所谓的民间大使。而恰恰马斯克呢，在这个问题上之前在他自己的社交账号上不断的发文章、发图片，这个指责说在南非确实正在发生针对南非白人的种族屠杀。这个事情呢，如果大家了解南非之前所谓的种族隔离的历史，长达30年种族隔离历史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种族隔离这个事儿当时是指南非的白人对黑人进行隔离，甚至进行屠杀。所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就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好像在监狱里被关了27年，到1990年才被释放出狱，从而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也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盏所谓的明灯。但现在90年到现在又35年时间过去了，现在种族屠杀这个词被西方领导人、西方媒体、西方政客用作是在南非的黑人针对当地的白人的屠杀。
但是问题是，假如说作为一个严肃的新闻工作者、学者，或者哪怕是政界人士，你应该从一个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那么，当然，事情真相如何啊？我个人也表示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建议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先不要过早的下结论，先广泛阅读、收集各方面的资料，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然后再形成我们自己的判断。那么，这个对媒体、对学者来说是尤其重要。但是今天我们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显然是有备而来，要不然他不会当记者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命令大家把可能关了，直接看视频。那么这个从外交礼仪上来说，显然如果你要说是不礼貌啊，显然也是在理的，至少是非常不妥的，在外交礼仪上是非常不妥，这形同对一个来访的国家元首的突然袭击。对不对？这个如果你有什么议题要谈的话，应该把它放到议程当中的一个，而不是在你的客人完全之前没有所预感的情况下突然发难。所以这个事情呢，让人们想到3个月之前的泽连斯基也是在同一个办公室遭到了打引号说遭到了伏击，但是只不过区别在于当时这个伏击呢，并没有像事先准备好这个视频那样是有备而来，而是当时由万斯而挑起。那么之前我也曾经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评论过或者分析过、还原过当时事情来龙去脉，应该说是被万斯主动挑起，然后呢，泽连斯基坦率的讲也缺乏一定的机制回应，所以双方才唇枪舌剑。但这个事儿呢，有惊无险。后来从2月份以后，应该最近几个月情况来看，白宫和泽连斯基之间还是比较好的处理好这关系。但没想到现在同样的事情又如出一辙。死灰复燃，又再次重演，而且这次比上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刚才我说了，这次显然是有备而来。所以呢，这个事儿目前成为在美国和南非之间的可以说是一场外交风波了。说到外交风波，其实这件事情不知昨日始。其实，在几天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宣布，他说我不会参加今年11月份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20国领袖峰会，因为今年的20国领袖峰会是定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举行。那么刚才如果所说南非的黑人屠杀白人这个事儿，这个消息且不说是否属实，在西方媒体已经流传一段时间了。所以美国国务卿也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卢比奥公开以这个理由来拒绝出席在南非举行的20国领袖峰会。20国领袖峰会这次是第一次在非洲国家举行，就在南非。那么这次应该也，如果说卢比奥和特朗普不去的话，这次也是20国领袖峰会第一次美国不参加所以这件事情风波已经由来已久。既然是风波由来已久，那么在双方的领导人见面之前，这个事儿按理说是可以作为一个正式的议程摊在阳光下谈，本不必要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所以现在事情到如此，我大概在这个场合我只能做这么一个评论。我觉得特朗普无论在外交在礼仪都是既不成熟也不老道。所谓成熟，你应该有一套成熟的处理问题的方法通过程序，通过公务员体系自下而上他习惯于自上而下极限施压，也局限于自己亲自出面然后突然袭击。你要知道，元首外交有元首外交的所谓的好处，但是如果有元首亲自出动搞突然袭击的话，这无论如何在外交礼仪上都是极为不妥的情。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谈在阳光下谈呢？既然你之前已经拒绝出席了，那么这次完全可以把它放到议程当中，而不必要这样进行一个突然袭击，然后导致唇枪舌剑。当然，下一步南非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这我们要拭目以待。据我们所知，即便在会谈结束之前，这个南非总统还是对马斯克提出了一些希望马斯克能够在一些基础设施能够援助这个南非，在 Starlink 在这个星链计划上能够援助南非等等等等。但是呢，特朗普外交的不成熟不老道，大概由此可见一斑。你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特朗普的个人风格，有时候一不小心对美国，至少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战略而言是非常致命。说到非常致命，就必然要讲到现在第二件事，就昨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2个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枪杀。当然这个枪杀
背后这个巴勒斯坦人，当然现在已经被抓住了，是不是一个个人意志所为？这个还是有一个有组织的、有预谋的这么一个组织行为，目前不得而知。但是呢，这个呢，第一，从最表面的层面上，显然是给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尴尬。用我们民间的话来说，叫给美国啪啪打脸，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盟友，以色列是美国的小兄弟，美国居然无法在自己的首都光天化日之下保护他的盟友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外交官。这个是一对刚刚订婚的一对年轻男女，这是第一个。所以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丢脸的事情。当然，美国人反过来可以说，这个美国国内枪击事件层出不穷，但即便这个也是一个丑闻呢，对不对？第一个，第二个呢，某种程度也是折射了特朗普外交政策上的无能，或者外交政策上的非常的尴尬。因为呢，其实特朗普本人和内塔尼亚胡的关系目前并不和谐。其实特朗普对于内塔尼亚胡在哈以问题上、在加沙问题上做出了很多种种有过而知无不及的一些行为，也是心存不满的。所以其实在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或者准确的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目前的关系也正在发生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但是没想到的是，恰恰在发生非常微妙变化的同时或者过程当中，两个以色列的驻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被枪杀，所以这件事情令特朗普政府陷入了巨大的尴尬之中。但是这种表面的尴尬无法掩盖它背后战略上的茫然。所谓战略上的茫然，我们就必须要和第三件事情联合起来，就是俄乌战争。俄乌战争阿尔普通话已经几天了，现在显然是特朗普最后用我们的研判来说，美国将全方位的退出这个俄乌谈判，就把这个事儿交给俄乌，你们两个自生自灭吧。但是如果让俄乌之间自生自灭，欧洲再不出面干预的话，恐怕乌克兰是难以为继的。这个小国无论如何抵不上，无法跟一个大国相匹敌。那么这个特朗普政府啪啪打脸的地方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特朗普之前曾经说过，我如果上任24小时内就可以结束俄乌战争。现在昨天我在这儿说了，不但是24小时没解决，1个月没解决，2个月没解决，3个月没解决，现在都4个月都到了。4个月到了以后，跟普京3次通话之后，特朗普最终暗示美国将全方位的退出。换句话说，撒手不管了。撒手不管不是由于他没有这个愿望，而是他实在没有自己的能力。那么中国有一句话说，没这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啊。现在我如果这句话你要跟特朗普说的话，他可能反过来说，我本来也没想拿瓷器活啊，我本来也不想当世界领袖啊。所以由此啊，从大的方面来说，美国什么世界警察、世界领袖这种地位将荡然无存，至少是会迅速的从神坛上下来。从小的方面来说，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能量、外交能力、外交潜能和外交智慧大概也就这么点了啊。所以未来的时间情况如何继续发展，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